管它黄河去河流，荒凉啊一梦，风云在变，洒向人间是缘由。花一叶扁舟，任我去遨游。小小哈遥遥天地，我尽自由。共饮一杯酒，人间本来情难求。相思啊难了，豪情再现，乱云飞渡人间游。花一叶扁舟，谁愿与我共逍遥？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不如与天尽自由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不如与天尽自由。你不是有黄鹤护体吗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三番五次要杀我？等我把你杀了之后，你到阎王那儿去问为什么吧。快走！真娘，我一定要到东海取得明珠，回来救你。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等我回来啊！玄天破水柱变！霹雳土遁珠，到处都有人要，到底怎么走才能找到收藏明珠的地方？明珠，哪一个是东海明珠啊？谁？什么妖怪？什么妖怪？我不是妖怪。我不是妖怪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在下费长房。前来龙宫是要取东海明珠救我娘子。什么娘子？什么是娘？娘子，就是妻子啊。什么是妻子啊？在下妻子毒发病重，求赐东海明珠，长房将感激不尽。你就是东海明珠啊！正是。我不是坏人啊！我求取东海明珠，只为救我娘子，求你成全我吧。那好啊，你就把我搬走啊！真的，真是谢谢你了。这是什么人？快把他放下！参见龙王，大胆刁民，竟敢私闯龙宫！哼，你当这是什么地方啊？
水族馆了，要来就来啊！还敢偷我们东海明珠，大王一定要惩罚他！我妻子真的是中了剧毒，只有东海明珠才能救她一命。我不是故意擅闯龙宫的。哼，就凭你这句话，就要本王相信你？你当本王是傻瓜啊？大王，依我说呢，要把它宰了，做肉包子吃。对，就知道吃。公主，我只是说说罢了。说也不行，父王，我们身为王族，又不是妖精。是，我的乖女儿，你小心一点啊！要是你这颗龙蛋弄破了，你就没命了。我不管，我要你放了他，他是个好人呢。他看到奇珍异宝都不偷，怎么会是坏人呢？乖女儿，你年纪还小，不懂事，世道险恶啊！他连你都要搬走，又怎么能算是好人呢？哎呀，是啊，人类很坏的，他们用渔网捕捉我们同类，用鱼钩勾我们的同胞，还用鱼叉刺我们，他们很坏的。没错，有些人类是很坏，可是也有好人呢。真娘就是其中之一。她一出世就被认为克父克母，可是她连辩白的机会都没有，就因为她是个哑巴。连哑巴你也肯娶？你是想告诉本王，你有多宽厚仁慈吧？真娘生性善良，她不但照顾我母亲，还为我洗衣做饭，如此贤妻，我宁可把命豁出去，也要把明珠拿到。父王提起死去的娘也很伤心的。长房斗胆请问龙王一句：如果当年王妃有救的话，龙王会不会为了她而翻江倒海呢？如果龙三公主有事，龙王会不会像长房一样痛心疾首？好感动啊！怕是怕你这阶下之囚为求脱身。大王，凡人见斩。长房乃一介平民，要不是为了救我娘子，我怎么敢独闯龙宫？难道我真的不怕死吗？父王，你就见见他吧。好，要借东海明珠并非不可。大王，那就多谢龙王。先别谢我，我有条件，我要你用一双腿来交换。真娘，真娘，啊，真娘，真娘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龙宫一日，人间百年。你在龙宫待了那么多时日，他不老啊，才怪呢。这不可能的，他吃了长春丸的，是不可能变老的。你快给我东海明珠，我要救我娘子。哎呦，他已经人老珠黄了，用来救他太浪费了吧？人间美女多的是啊，再去找一个算了。你们不是人，你们根本不明白人是有感情的。真娘就算变得再老、再丑，我绝对不会抛弃她。她是我的娘子啊！你不要忘记呀，你答应龙王用双腿换明珠的，你为她牺牲，值得吗？只要能救真娘，砍了我的双腿又算得了什么？话不是这么说呀，你还年轻啊，前途似锦。别说是龙王了，就算我龟丞相收你为义子，你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呢。别再说了，要是没有了真娘，人生还有什么乐趣？就算她变得再老、再丑，我也绝对不会放弃她的。我愿意用我的双腿换她的性命。你砍我的双腿吧，只要能给我东海明珠，你砍啊！你快砍啊！想不到你这世间男人竟然会如此多情啊！方才是龙王施法试试你罢了，什么老太婆全是假的。父王真的很感动，你一定要帮他。本王看你痴心一片，也就不罚你了。这盒子你拿回去吧，里面的东海明珠可以医好你娘子的病。多谢龙王，龙王的大恩大德，长房一定铭记在心。他日有机会，我必当泉涌相报。你是凡夫俗子，凭什么报答本王呢？没好玩，
父王，你叫他陪我玩，就算是报答父王您了。此次多谢公主多番相助，长房实在感激不尽。我答应龙腮公主为你做3件事情，倘若今生无以回报，来世只要你一句话，就算上刀山下火海，长房在所不辞。哎，这是你说的，那你现在就陪我玩，不准反悔哦。哎呀，冠爷别闹啊！小心点，小心点。真娘，真娘，真娘，我可以看见你了，我看见你了，我真的看见你了。你真的可以看见我了，太好了！啊，你可以说话了，你可以说话了，啊，你可以说话了。我终于能开口说话了。没想到东海明珠不但能治好你的眼睛，还可以让你开口说话。糟了，我只顾着你，居然忘了吕洞宾。他帮我挡着穿山甲，到现在还没有赶过来，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事儿了。相公，你别太担心，吕洞宾有仙法护身，应该会吉人天相的。但愿如此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你不是一直都很想叫我相公吗？相公，真娘。真的好幸福哦！牡丹仙子，你的伤应该是完全康复了吧？看来我这个人还不怎么讨厌，要不然你怎么会救我呢？多亏了你，要不然我可真成为名副其实的吕洞宾，身上就让那个女人给多刺了好几个洞。算出长房夫妇没事，你就在这儿油腔滑调的。怪不得王母娘娘说你放荡不羁，真的是说的一点都没错。长房夫妇能够排除万难，夫妻团聚真的是可喜可贺。可是我常常在想，我自己的个性是不是有问题？为什么知己的朋友这么少？可是我今天真的很高兴，因为我多交了一个朋友。我一出世就没见过爹，我求天爷爷保佑我爹，让我爹回来。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，亲眼看着我们的孩子出世啊！只要能从战场回来，
腿瘸了也不要紧，可是为什么娘子连你最后一面我也见不到？情不管是男女，都甘心为之所困，为之肝肠寸断，刻骨铭心。人世间的战争，夺走了万千人的性命，令百姓饱受战火之痛。要是天地间真有一劫，那死的又岂是千千万万的苍生？所受的苦，又何止是百倍、千倍？我想，善良的牡丹仙子，一定是希望能够天下太平吧。有件事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我怎么想也想不通。吕洞宾聪明机智，也有事想不通吗？就是关于你，牡丹仙子。关于我？你一时对我冷冷冰冰的，一时又对我凶巴巴，有时一转身回头见我有难，你又可以奋不顾身的来救我。我在想，我们俩前世一定是有什么渊源，要不然你怎么会这样对我？那天想杀我的那个女人，她也认识你。我在想，她跟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。你真的不知道吗？你不要忘记，神仙是不说假话的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回天庭去了。干嘛把这小人参精带回来呀？你知道吗？这是犯了天条的。是啊，你现在还想偷偷的把这个半生不死的小人参精种在蟠桃园里？我敢打赌啊，被王母知道，一定把你打下凡间的。哎呀，你们救救他吧！他虽然是妖，可是他跟普通小孩子一样天真善良。你看他就要死了，你们难道就这么狠心吗？不行不行，你还是赶快把他带走吧。还有啊，不要让其他神仙知道啊，要不然你就糟糕了。是啊，人参精跟长房情同父子，如果你救他的话，可能长房会感激你，而叫你一声师傅呢。要是费长房为了叫小人参精而叫我师傅，我宁可不要这样的徒弟。钟离兄，哎呀，你不要用这种眼光看我，这件事我也帮不了忙。哎呀，哼，都是那吕洞宾不好，要不是他得罪王母娘娘，事情就不会弄成这样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就算没有得罪王母娘娘也不行的嘛。是啊，记住啊，神仙不能有七情六欲的。对呀对呀，我看你不用再求我们了，我们不会心软的。下去去。走了。喂，哼，不帮就算了，我自己去找王母娘娘，叫她救人参精。哼，不行啊，万一王母娘娘一生气，把她打入天牢，我岂不是害了他们？哎呀，该怎么办呢？蟠桃园，牡丹姐，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深闺梦里人。她真的跟东华上仙很不一样。牡丹姐，牡丹姐，看见你就好了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。你真的把她给带上来了？你知不知道这是犯了天规的？你不说，不就没有人知道了吗？我千辛万苦才把她带上来，以为这里有药可以救她，谁知道铁拐李他们说只有蟠桃园能够救她。你是负责看守蟠桃园的，一定知道救她的方法，对不对？我当然知道了，只要把小人参种在蟠桃园里，它就可以复原了。那太好了，你快带我去。我太冲动了。你虽然是负责看守蟠桃园，但凡事还是要请示王母娘娘的。你知道了，上次吕洞宾得罪了王母娘娘，王母娘娘到现在还对我们不理不睬的。
这件事，你千万不可以让王母娘娘知道。她的性格我是最了解的，违反天规的事，她绝不会容许的。那怎么办？那小人参精这次不是没得救了吗？你真的很想救她？嗯，我和仙姑为了朋友，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他对我说的那番话，到底在暗示什么呢？如果是单就是喜欢，双就是不喜欢。单，双，单，双，单，双，单。哎，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小人参精怎么样了？他呀，很快就会又闹又跳了。他一没事就要马上带他下凡，不然被发现了那就糟了。哎，怕什么？反正王母这么疼你，就算被他发现了，他也不会怪你的。当年王母不也一样非常疼爱织女吗？结果，如果这次被他发现的话，我一定会被贬下凡的。什么？这么严重啊？嗯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帮我呢？既然你可以为了小人参精，那我也可以为了你啊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是好姐妹。小人参精，你千万不可以出声哦，乖乖哦，要不然呢，被天兵天将发现了，不但你我有事，连牡丹姐姐也会遭殃的。知道了，小人参会乖乖的，不管听到什么也不会出声的。多谢牡丹姐姐。我要送他下凡去了，这次多亏了你的帮忙，我先走了。等一等，你回到凡间的时候，记得替我问候大家。我会的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没有了，那你自己小心了。嗯。我看你长高了没有？有没有长高啊？果然长高了，好像还胖了一点。好啊，真的会讲话，以后可以给我讲故事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带小人参到别处去玩。好。谢谢你的五行战衣，多亏它，我才能治好真娘。这五行战衣给了你，就是你的，不用还给我的？我老实告诉你，这五行战衣是我在临下凡之前，你师父交给你的。我师父？虽然你一直不把铁拐李当你师父，但我知道在他心里，打从第一次见到你，早就把你当成是他的好徒弟。他对你真的是没话可说，他怕你变老，让你吃下长春丸，你对他却不理不睬。但你的安危和悲喜，他可是无时无刻不关心的。天庭真有趣，有漂亮的白云飘过，有香喷喷的仙土，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蟠桃，
有的这么大，有的这么大。你还真有口福，有蟠桃吃啊？我没有吃啊，吃了会害牡丹姐姐受罚的。他可开心了，难为了我和牡丹姐为他提心吊胆呢。牡丹仙子真是一位好仙子。牡丹姐姐真奇怪，我在蟠桃园的时候就看过她对着一朵花说什么单的就喜欢，双的就不喜欢。瞧他，都不知道他是人参精还是孙悟空托世。我想他的前世可能是一只猴子吧。我们有三明六通，不管是人还是鬼，只要我们屈指一算，就能算出他的前世和今生。很可惜，我们没有办法算出自己的前世和今生。我总觉得跟牡丹仙子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。我想，我跟她的前世应该是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仙姑，我的前世你知道多少？你的前世我知道的不多，只知道你的前世是东华上仙，除了太上老君之外，就属你的法力最高了。那我跟牡丹仙子呢？她到底是我的师妹还是我的徒弟？这我可不清楚，我只知道我上天的时候正是你下凡的时辰。其实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别再去想了。现在最重要的事，就是召集8仙归位，对抗妖魔。吕洞宾是转世来助8仙归位的，我是小仙，不能动情。可是，为什么又偏偏让我遇见他呢？堂堂一个大男人在这放灯，真是肉麻。管他呢，放灯就放灯。谁叫自己想知道以前的事？若非群王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王母娘娘到。参见王母娘娘。起来吧，多谢娘娘。你们退下。是。牡丹，你的脸色为什么这么苍白？身体也抖得这么厉害？我只知道，凡人做了亏心事，身体就会发抖。想不到仙家犯了错也一样。王母娘娘，牡丹知罪，请娘娘开恩。你和那人参小妖精真的有这么大的渊源吗？你应该知道，在蟠桃园，无论是少了一个蟠桃，或是多了一根草，我都会知道。王母神算，牡丹不敢欺骗，恳请娘娘降罪。那小妖精也没犯什么大过，这次的事我就不追究了。不过下不为例。多谢娘娘。怎么，有人用孔明灯和你通讯？哦，是仙姑，我都叫她不要再用孔明灯跟我通讯了，她偏不听。真的？仙子多情啊！牡丹不敢，牡丹不敢。牡丹，唉，我掌管天上女仙，太宽怕再来一个织女，太严，何仙姑等就少来请安。依你说，我该严还是宽？天归之前，王母严峻；牡丹心中，王母慈悲。你乖巧聪明又细心，
我想过了，观世音菩萨慈悲为怀，法力高强，不如你到紫竹林去勤加修炼，好让你早日登为上仙。娘娘，牡丹不愿做什么上仙，我只要跟随您，服侍您，只要可以做娘娘的梳头小仙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请娘娘不要赶牡丹走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肯就算了啊。多谢娘娘。哎，穿山甲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不是说过，我对通天教没兴趣。昨天是这样说，今天和将来也是一样。你们不要把通天教吹捧得那么威风，在我眼里，看起来也只不过如此而已。我们教主可是威名远播，武功盖世。哼，他看得起你，才请你入教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呸！难道你不怕那些神仙吗？我劝你还是早点加入通天教，有通天教保护你，你就不用整天担惊受怕了。说不定教主一开心呢，还会传你魔功呢。还有啊，算了，你们自己没骨气就算了，别把我扯进去。我穿山甲就不吃这套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的教主现在出现，我也不怕。是的。教主，通天妖魔，你别再装神弄鬼了，有种的就下来1对1。你知道吗？万年来没有任何神魔妖怪跟我说1对1的。就算你3番5次的要我加入通天教，哼！我告诉你，我穿山甲爷爷就喜欢独来独往，对你的教没兴趣。以后叫你的狗别再来骚扰我了。别以为把我的脚定住，我就会留下来。就算把我的脚砍掉，我也不会屈服的。有骨气，果然不愧是八仙的宿敌。现在你知道我们教主的厉害了吧？还不快下跪叩头拜见教主！呸！别以为你法力高强，我就怕了你。有本事给我10年时间，我一定会打败你的。哼，是吗？就算给你1000年、10000年，你也不是我们教主的对手。别忘了，穿山甲你也有弱点的。你为什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让小人参精逃脱呢？因为你怕水。就算我们不用武功啊，把你浸在水里，也可以要你的命。就算没命，我也不会像你一样当一条走狗。你。穿山甲一定会记住这一天的。站住！让他走。教主，穿山甲对你这般无礼，你为什么要放了他呢？相生相克，有因有果。八仙是我最大的宿敌，一仙一妖就是八仙成仙的最大敌人。一仙一妖？过些时候你们就会明白了。可是，吕洞宾的仙术越来越高明，我担心要是八仙合为一体的话，我们就有麻烦了。八仙想归位可没那么容易，他们各有各的缺点。就算没有穿山甲，就凭我的盖世魔功。
恭喜教主，魔功更上一层。生灵涂炭，大罗金仙自相残杀，以神杀神。真娘，真娘，我回来了。相公，你看我缝了什么？喜欢吗？喜欢。只是，我想到那些饿死、战死，还有病死的人，不要说棺木，就连一双草鞋都没有。战争实在很残酷，害死这么多人。吕洞宾为了不让穿山甲碰见我们，叫我们来这儿。没想到这里，倒成了我们2个人的世外桃源。真娘，请你帮我缝一些鞋子，给那些死者。我听人家说，死时没鞋穿，到了地府会让牛头马面欺负，拉着走刀山，踏火炭。相公，都怪我不好。真娘，相公，也许你应该跟铁拐李师傅学仙法。我知道你一向很想为百姓出点力。吕洞宾说你是天命8仙，如果你学仙法的话……真娘，我没有兴趣。经过这么多事，你不可以否定神仙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从前你为了你娘，现在是为了我。如果你注定要成仙的话，真娘，我说过了，我自然没有慧根，而且我对修道成仙也没兴趣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只想和你快快乐乐的在一起，永远不要分开。我娘曾经说过，佛度世人，救人救世的事儿，就让神仙去做吧。要我成仙，要我离开你，让你孤独终老，我又于心何忍呢？这小衣服是缝给谁的？你说呢？啊，是缝给我们的孩子的。真是太好了，我终于要做爹了。当我有了女儿，我外出打猎的时候，她就可以在家里陪你了。你又知道一定是个女儿，难道你不想有个儿子，将来可以教他拉弓射箭吗？哎，拉弓射箭有什么好？我只希望我们生个女儿，像你一样温柔贤淑，我就很开心了。那我这件衣服不是要重新缝过吗？缝得很好啊，为什么还要重新缝？深蓝色的女孩子穿了不好看吗？这你都不懂。真娘，我们生下的女儿一定是绝世美人，你放心，她穿什么都好看的。真娘诚心叩拜河伯，上次我请求您保佑我生个儿子，可是原来我相公想要的是女儿，所以这次我来是请求您保佑我这胎先生个女儿，此恩此德，他日我一定会回来好好答谢的。哎，快走快走，天一黑就拿走了。来。
保不住我们的骨肉。我对不起你。真娘，真娘，真娘！这个姑娘怎么这么看不开呀？怎么了？长房有事。你一定是在祈求上天，让牛郎织女能早日团聚。你为他们祝福，他们也会为我们祝福的。是不是分给我们的孩子呢？杨贵，别走！大胆刁民！他们与你有什么深仇大恨？死了也不放过！三只眼睛的妖怪，一定是你指使他们的！我要为真娘报仇！二郎神，请手下留情啊！我看这是一场误会。费长房乃8仙之一，将来必成仙，为玉帝效命。费长房，快来参加二郎神吧！我是不会服任何妖怪的。我妻子如此善良，为什么她要死？我杀了那些混蛋，也有错吗？我要把他们碎尸万段！大胆！你身为修道之人，既然如此残暴，就凭你刚才所为，我要据实禀报玉帝，处你仙籍。长房是因为丧妻之痛，才会做出如此暴力的事，这背后可能有人主使。待我们查明真相，一定带他回天庭解释一切。天有天规，他犯天规，就要遭天责。二郎神，你就给我们一点面子吧。不行！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跟你上天庭，请玉帝评理。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天庭。吕洞宾，你是神仙吗？别说天庭，你连南天门都没有资格进。跟我走！放开我！我根本就没有错。一缕情意丝绸，恨时光匆匆，落花风中人人翻涌。红尘化浮云，此情何悠悠？道声仙仙鸳鸯到白头。一缕情意卷轴，恨相思难懂。多情人总换得心痛。恨是更无恨，真心难懂，奈何人命里全看透。无关心意，人事全非，有谁怜惜旧人枯萎？春来秋走，聚散瞬间，相思快乐总难两全。一缕情意，丝绸恨时光。